头名还不是秀才？难不成你考个头名秀才就能考状元了？嘿，你不会说话也可以别说。陆三水，好好说话就好好说话，多大的人了还搞绰号攻击，你真是不讲武德。你走之前把所有家当交给我，让我好好照顾你姑姑，我便托我娘每日做好了饭食送过去，有时间我也会过去看看她的情况，一直都没什么异常。不过前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你姑姑死在了家里，大夫过来诊断是病死的。你姑姑从不跟人接触，又时常疯魔，所以也没有人怀疑她的死因。村长便召集大家凑些钱，让木匠打口棺材，简单安葬了。我拿了钱给他，说是你留下的，村里人就一起给他办了葬礼。事后我本来想写信告诉你，却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奇怪。我虽同你姑姑接触的时间不多，但到底住在隔壁住了那么些年，偶尔也会看见她半夜在家附近晃悠，有时也能听见她的哭声。在她临死之前不久，我从书院休假回来，还听到她哭过，有时路过的村民骂了几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她还是好好的，怎么会突发疾病死了呢？我知道你的医术大半是她教的，既然她自己都是大夫，还有清醒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她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为何没有跟你说一声？总之我越想越奇怪，就忍不住调查了一下。本来想找机会悄悄挖了坟，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大半夜去挖坟，却在坟场里看见了林县令跟他的随从，他似乎也想挖坟，但是迟疑之后还是放弃离开了。我等他们走了之后，就把坟给挖了。夏日尸身腐烂得很快，但我也见过你剖尸，大概了解一点。那里面的人分明就不是你姑姑，说明这事肯定有问题。但是你家里外的痕迹都被抹除干净了，我根本无从查起，只能把目光放到了出城必经的茶铺和驿站。一连跑了多日，总算是找到一点线索。在你姑姑死亡之后的几日，确实有人见到过有辆马车载着一个痴傻的妇人离开了青州。我一路追踪到码头，得到的消息是人有可能来到了江南。好端端的，你姑姑一个痴傻之人，将她带来江南做什么？况且我也从未听你提起过此事，总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就一路追了过来。后面的事情我跟你说了，误打误撞来到梁县令府上，本来想借着查户籍查一查有没有可疑的人，结果就查出来盐矿厂那一伙人都有问题。所以嘛，像我这么具有正义感的人，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理呢？我就顺手把账本里的证据给收集了一下，还没准备找机会交出去呢，你就来了。陆泱泱万万没想到，陆维这么大费周章的跑来江南，竟然是为了找姑姑。至于陆维为何找来江南，大概率是殿下故布迷阵，让人即便怀疑也找不到地儿。别看了，我说完了，该你了。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说这个呀，我成亲了，跟我夫君来的。陆维身体蓦地僵住，然后霍地看向他，他唇角动了动，眼底闪过一抹复杂。你是干嘛呢？我看看天上有没有下红雨，是谁那么想不开收了你？哼，那你可要嫉妒死了，自然是这世间最好的人。哟，你倒是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呐！那说明我本来就是金子，金子在哪儿都招人喜欢。嘿，你还真是半点信誉都不讲。当初就不该跟你说，等我考上状元再报答你。报答我什么？你不是说考上状元一定给我当牛做马吗？难不成你还打算以身相许啊？可别了啊，咱俩太熟了，我看你跟看村头狗蛋没什么区别，他光屁股的样子我都见过，也就是你从小就拧巴，我把你从河里捞上来你都不肯脱，每次被人欺负都得我给你出头。打住，陆泱泱，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都及笄了，嫁人了，说话不要总是那么口无遮拦。陆三水，你
该不会是怕我去了京城也嫁不出去吧？所以打算等你考上了状元就娶我，好叫人知道我就算脸毁了也照样能嫁个状元。哼，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还挺讲义气的，好兄弟。不过你不怕你娘知道这么想直接抽死你啊？她可是指望着你功成名就迎娶公主，好打烂你那个负心汉爹的脸。这是果然去了京城一趟，话本子看多了吧？我们到底一起长大，若你当真去过京城过得不好，我岂能坐视不理？陆伟，若是我死在了京城，你知道以后会如何？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倘若你真的死在了京城，那等我考上了状元，必然掀翻整个京城，也会给你报仇的。说的也是。哎，对了，哪一年春闱来着？明年秋闱，后年春闱。你放心，届时我定考个状元，你到时候后悔还来得及。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应该是迟了吧？不过真好，现在他知道了，即便他落得梦中那个结局，如果殿下知道了，定会给他主持公道。他的小伙伴考上了状元，也会帮他报仇。啊，等等，说了这么多，有个事情有点奇怪，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你姑姑的下落，所以这么半天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可不像你啊。确实知道，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姑姑被人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后面有空的时候再慢慢说吧。哎，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你明年才考秋闱的话，是不是要闭关读书？哎，不如我给你指点一条明路吧，保准你能考上状元。说来听听。元太子太傅蓝太傅是我外公，他是个特别厉害的人，现在他回了江里养老，我让人把你送过去，你跟着他学一段时间，你就说全天底下最会读书的人教你读书，你还能考不上状元吗？要真考不上，那大概有内幕，你就等着没内幕的时候再考吧。你嫁的人是太子殿下？陆泱泱点了点头，陆伟脸色一阵青白不定，喃喃出声。那他一下子便明白了陆泱泱为何会出现在江南。哼，是不是没有骗你？是这世间最好的人。那你去不去读书？去。杨家那群废物！前段时间江南府那边的消息传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捂不住，杨家太贪心了，当真以为私盐生意是好做的，被银子迷了眼，甚至生出来想扶植武殿下的想法。既如此，闹大了也好。舅舅，现在不是事情闹不闹大的问题，太子二哥被废，如今是我被架在了火上。父皇因为二哥的死正是心绪起伏的时候，要是此时冲撞到他面前，就算没有错也要被定上3分的错来。我们筹谋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可终究还是太早了点。殿下自来沉稳，此时倒是总算有几分少年气了。舅舅，殿下，臣早就同你说过，万事一定要沉得住气，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你父皇再如何猜忌多疑，你想想当初他是如何从仲文太子手中夺得皇位的。哎呀，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京城既是个是非之地，那就找个机会出京呗。如今殿下欠缺的只剩一个时机。若真如舅舅所言，倒是解了我如今的困境。现在想想，倒是我小瞧了大哥，他娶了纳兰郡主，顺利的以求医之名离开京城，怕是早有预谋。只是现在
但愿杨家的事情能够顺利过去。殿下不必担心杨家，杨家的事情要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当年废太子改革造户，整顿盐矿厂，杨家二房的杨景山死得蹊跷，你当是为何？杨家是如何求到老夫手里的？就是在那之前，杨家就已经在暗中贩卖私盐了，只不过那会儿胆子还没有这么大，敢一手遮天。而废太子改革整个大赵的盐矿厂，没有功夫细查，才让杨家逃过一劫。杨家最大的把柄在老夫手上，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可能把我们给供出来的。以江建阁的性格，这件事情闹出来就必然会彻查，咬住杨家不放。杨家想要从这件事当中脱身，就看他们能不能舍得了。这个案子是留在江南还是回到京城，就看杨家怎么认罪，看银子进了谁的私库。三殿下一下子明白了萧国公的意思，杨家能够将银子全部上交给父皇的私库，那么让父皇网开一面，把案子定死在江南也不是不可能。三殿下一瞬间只觉得寒意从脚底直冲眉心，浑身冰冷。可这就是现实，只有将案子定死在江南，杨家才能保全自身，保全五殿下。也只有不继续深挖下去，才不会牵扯到萧家，从而牵扯到他。殿下呀，银子是个好东西，你可知明明处处不比废太子差，却为何做不到他做的那些事儿吗？你身处在这个位置，做事不光要够狠得下心，也不能太过理想。你当这些年废太子如何能一步步改革成功，却没有阻碍的？那是因为他比你更了解你的父皇。废太子让大赵的国库翻了几倍，就让陛下的私库翻了几倍。废太子处处玲珑，败就败在他终究还是低估了那位的底线。你呀，可不要重蹈覆辙。我知道了。杨家败了，五殿下这边也就不可靠了。先前同殿下提过，跟程家联姻的事情，本是打算让五殿下娶了程家二姑娘。那程家大姑娘貌美，又得殿下心意，将来给殿下做个侧妃也使得。但如今五殿下用不上，废太子红了没多久，殿下也非娶妻之境，程家大姑娘是进不得殿下府上了。三殿下脸色微微一僵，你大表兄丧期满1年了，就让他娶了程家大姑娘吧。若雪，陛下，陛下，臣妾错了，臣妾真的错了，求陛下开恩，求陛下开恩呐！陛下，臣妾没有约束好家人，臣妾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兄长他竟然会纵容族兄犯下如此滔天大过。如今臣妾的父亲已经被气得吐了血，大夫说很有可能会中风，兄长也被父亲给狠狠打了一顿，至今还起不了床。陛下，杨家知道错了，求您网开一面，给杨家留一条活路吧。江妃，你可知道贩卖私盐是什么罪过吗？朕向来不爱用重刑，不喜欢连坐，但贩卖私盐者宜全族，听明白了吗？陛下，陛下开恩呐！求陛下开恩呐！说吧，你杨家是想做什么？造反吗？陛下，陛下明鉴，杨家如何敢想啊？是臣妾无能，
旭儿他自幼就被臣妾给惯坏了，读书习武都比不得他几位皇兄，甚至还不如他几个还在念书的弟弟。臣妾惭愧万分。如果说臣妾当真有几分私心，也只是想给旭儿多留些银子呀，不然他文不成武不就的，日后怕是连个正经差事都干不好。臣妾实在是惶恐啊，陛下。旭儿他心思单纯，旁人不明白，您还能不明白吗？他自幼就仰慕您呢，也是任何人有不臣之心，也绝不可能是旭儿啊。陛下，这就是杨家这些年暗中所得的所有银子。臣妾知道自己不该纵容自己和杨家的私心，但请陛下一定要相信臣妾，杨家绝无，也绝不敢有半点不臣之心。求陛下明鉴，看在旭儿的份上，给杨家留点体面吧。你杨家可真是好样的！杨妃抱着皇帝的腿哭求，心底却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关总算是过了。私盐案的结果你知道了吗？这就是你让我相信的江南总督一定会秉公处理吗？梁县令跟杨总管只是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京中的杨家，甚至还有可能有别人。可如今盐矿厂的案子钉死在了江南，说明京城那些人已经达成了协议，明明证据确凿的，可恶！罗叔既然明白，那也该知道，江总督已经尽力了，难不成要他拿着全族人的性命去死磕杨家吗？就算真的斗倒了杨家，那杨家背后的人怎么揪出来呢？揪出来以后呢？盐矿厂的案子在宁县是案子，到了京城就是党争了。谁都希望天下清明，但若绝对清明，有些事情就做不成。比如罗叔，你本来也该跟你那些兄弟一样回到江南府服刑，但是你现在站在这里，并且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只要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你的过往，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在其位才能谋其事，我们如今站在盐矿厂那些盐工的立场上，能够惩罚贪官，为受累的盐工洗脱冤屈，讨回公道，就是最好的结果了。要对付京城那帮幕后之人，你就要站到朝堂上跟他们博弈，而要朝堂清明，就要有民主坐在朝堂之上。罗叔，先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才能做更多的事情。罗静不禁内心无比震撼，甚至是有些惭愧。他一介武夫，真是白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不如这么一个小姑娘。罗叔今日来找我，不是为了质问我私盐案的结果来的吧？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要回江南府一趟，去见一个人。孟老原来是军中的军医，当年陈州被屠的时候，他也在其中，亲眼目睹了那场屠杀。幸运的是，他当时是在后方同百姓们一道救助伤患，所以最后被当作陈州百姓给全部抓了起来。被燕人杀到了最后，刀都卷了刃，便将剩下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整座城。所以有一部分百姓从火场中逃生，躲在地窖里躲了1个月，才陆陆续续从陈州离开。孟老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他后来跟逃难的人一起到了南方，遇见了我，一直留在望山寨中。陆泱泱万万没想到，望山寨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人，竟然也是陈州案的旧人。陆泱泱有心想要见这位孟老一面，因为无论是殿下也好，还是后来他断断续续听到的，都未必能有孟老知道的更完全。他既然决心要插手此案，就要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知道都从何处入手。我能跟你一起去吗？自然能。从宁县一路快马加鞭回江南府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两人趁着城门关闭之前进了城。可知道孟老被安置在了哪里？明日我找人去打听一下，苦婆他们应该是被安置到了善堂做事。孟老年纪大了，虽说会点医术，但是身体不大好，不确定会将他安置到何处。等明日到善堂先看看。也好，先找间客栈休息吧。若是找不到，明日我去找江总督问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乞丐朝着他这边冲过来，用力撞了他一下。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贵人放过我吧，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陆泱泱没理他，看向罗静的手。罗静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瞳孔一震，不知何时竟然多了一张小纸条。谁让你来送信的？说吧，不说你今天可走不了。我就是收了人家的钱帮忙送个信，没想偷钱的。贵人饶了我吧，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看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帮忙送信千万别乱打听。让你送信的人长什么样子？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是个男人，大概20来岁的样子，长得很普通，没什么印象，想不起来了。就你们刚进城就被盯上了，别的我真的不知道。小乞丐回忆着说道。陆泱泱皱眉，罗静已经打开了纸条，看见了上面的字：一回家乡，勿念梦。这不可能！你确定这是孟老留下的吗？这是他的字迹吗？这确实是孟老的字迹，但是他绝不可能回家乡。他跟我说过，他老家是西南的一个小山村的，他早就没家人了。他若真想回家乡，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回去？要这个时候才回去？走，带我们去找那个给你纸条的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长得实在是太普通了，我就随便看了一眼，真的记不得了。贵人，你大人有大量，就放过我吧，我就是随便混口饭吃。现在记得了吗？贵人放心，就算是翻遍整个江南府，小的都把那人给你找出来。罗叔，兵分两路，你现在就去找琥珀他们，说不定只是有人故意设下的陷阱。走吧，让我去见给你纸条的人。怎么还想骗我？你怎么知道我在骗你？你要是真不知道是谁，你不会一再跟我强调他太普通了，不好辨认，你只会说他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说谎。我真的。陆泱泱凉凉地看着他，小乞丐很快就败下阵来。我这是为你好。看在你给我买吃的份上，我就跟你直说了吧。给我纸条的是盐帮的人，你反正是惹上大麻烦了。你要是想活命，你就别管那个大个子，赶紧跑。盐帮帮主下了令要弄死那个大个子，你就是顺带的。你要是再不跑，你就真的没命了。盐帮？陆泱泱惊讶地看着小乞丐，暗叫一声糟糕，还真是他狭隘了，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只想着解决了盐矿场，就相当于解决掉了宁县盐矿场贩卖私盐的事情，却忽略了那些人暗中送走的私盐如何贩卖出去。自然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盐帮啊。你快别磨蹭了，你再不走，要是被一起盯上的话，你想走都走不了。你只要不主动找上他们，他们现在是不会理你的。谢了，不过我还是要去救人。你知道天成商号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江南府最出名的商号，谁不知道？走，先带我去天成商号。在下便是天成商号江南府分号的掌柜，姓宋。不知姑娘找我有何事啊？陆泱泱从荷包里将盛君义给他的玉牌拿了出来，递给了宋掌柜。不知姑娘有何吩咐？陆泱泱见他认识这个玉牌，也松了口气，看来盛君义没有忽悠他。给我这个玉牌的人，你知道是谁吧？你帮我给他带句话。陆泱泱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伸手用手指沾了茶水，在桌面上写了2个字：盐帮，然后快速地用手抹掉了。小的知道了。把小老板给姑奶奶叫出来，行骗骗到姑奶奶头上，一个个都活腻了是吧？今儿个要是没个交代，姑奶奶我就砸了你这赌坊，好让你知道这江南府的道上谁说了算。赌坊这种地方比的就是谁更狠。他若好声好气地跟他们讲道理，恐怕不等他见到这什么副帮主呢，他就先被各种下三滥的手段给招呼了一遍。敢问姑娘，哪条道上的任某人开门做生意，有什么惊扰到姑娘的地方，姑娘尽管开口，任某定替姑娘做主。惊扰？我看可不像是惊扰，而像是故意要跟本姑娘为敌。
本姑娘带着下属好端端的进城，被你的人给拦了不说，就这小瘪三还敢把本姑娘骗去青楼卖了。姑奶奶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别说是在江南府的地界，就是在整个大招的地界都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想知道我哪条道上的是吧？行，今儿个姑奶奶就告诉你，都给我听好了。你姑奶奶我是天成商号的大小姐，我倒是想问问，我们天成商号是哪里得罪了你们盐帮？你们任二爷敢指使人对我下黑手？陆泱泱这话一喊出来，任二爷那张脸果然就变了色。他们盐帮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帮，但是有些麻烦还是不能轻易招惹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大侄女啊，有话好好说。不如这样，今日之事，任某这就叫人去查个清楚，一定给大侄女个交代。大侄女赶路辛苦，我这就叫人给大侄女安排安排，接风洗尘。大侄女可千万莫要拒绝，回头叫人说我这个当世叔的招待不周啊！来人呐，给贵客安排房间，切莫要怠慢了。你让我等我就等吗？我告诉你，你最好赶紧把你手底下那群人贩子给我交出来，我要亲手剥了他们的皮。哎呀，姑娘消消气，消消气啊！底下人不懂事儿，您尽管放心，回头就把他们全都给您送过来，让您好好的出出气。您先随小的来喝口茶歇歇，尝一尝咱们江南的小点心，用的可是宫中御膳房告老的厨子，手艺那可是一绝。不就是御膳房吗？谁没吃过呀？早吃腻了。他一派作死大小姐的模样，倒是管事心中惊了又惊，千请万请的才把人给请到了后院去。立刻派人去给我查，天成商号背后之人神秘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突然冒出来一个大小姐？给我弄清楚这臭丫头什么来历，下手这么狠，可不是什么小角色。还有，这事瞒住帮主，谁要是敢把这件事传到他耳中去，老子就先扒了谁的皮。哎，让他吃下去，送到地牢去，给那些烂赌鬼们好好玩玩。丫鬟接过药包去了小厨房，想到陆泱泱那挑剔的模样，她索性给酒水点心和饭菜里都加了点料，然后才放心地拎着食盒去了房间。姑娘，奴婢从厨房给您拿来了咱们江南府特色的果酒，十分清甜，您要不要尝尝？好啊，你先喝，我就喝。丫鬟浑身一僵，心底下意识的惊慌，却不敢去看陆泱泱的眼睛，生怕被他看出什么端倪来。但是管事的吩咐，他又不敢违抗。哎呀，你说这么好的货色，干嘛非得送到地牢里去便宜那些烂赌鬼啊？切！就不能让哥儿几个先爽爽吗？别废话了，快点！这可是二爷吩咐下来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你有几个脑袋够赔的？滚！都给老子滚开！这是老子的！我先来，你们都滚开！哎呦，小妞儿，嘿嘿，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啊？哎呀，落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乖一点儿。等会儿哥儿几个好好疼疼你。你试试。还挺有个性，老子喜欢。陆泱泱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抬脚就朝着他踹了出去，赌鬼一下子就被踹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到了墙上，猛地摔落到地上，吐出了一口血水。我本来还想敷衍你们一会儿的，但谁让你们这么令人恶心呢？浪费我的时间。现在也别逼逼了，说吧，这是什么地方？盐帮的地牢吗？这里除了你们这些烂赌鬼，还关了些什么人？归谁管？听好了，能把我的问题回答清楚的，我就留他一命；回答不清楚的，我就直接拧了他的脖子。想试一试的，现在过来，我送个全尸。我说，别杀我，别杀我！说话利索点，别废话。从现在开始，谁再废话一句，我拔了他的舌头。这里是盐帮的地牢，我们都是因为赌博欠了二爷的银子被关在这里的。
这里除了欠赌债的，还有得罪了盐帮的、黑了货款的，或者是违背了帮主定下的规矩的。我们只有还上赌债之后才能离开。地牢是武长老在管，如何处置帮主说了算。女侠，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搞什么呢？赌鬼们立刻便噤了声，就连其他牢房的人也不敢再喊了。喊什么喊？大半夜的不能消停点吗？再他妈让老子听见你们吵吵，直接大刑伺候！大刑伺候？敢问这是什么地方？你又是什么官职？敢说出大刑伺候这4个字？这里面这群烂赌鬼欠债不还，你应该将他们告到官府去，让官府来处置，可不是你私底下处置。你这是非法监禁，里面的人可都是在户籍上有登记的良民，随意监禁殴打良民，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还有，私设牢房，是你想造反，还是你们盐帮想造反？臭丫头，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呢啊？你跟老子扯官府，你有命见到官的时候再说吧。老子告诉你，在这里盐帮就是天，我们盐帮的帮主就是皇帝，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活不到5更。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行，这几个玩不过你，这里多的是人能玩死你，好好受着吧。说完，他扫了一眼附近的几个牢房，走到其中一个全是人高马大的汉子的牢房前。哥几个，这小丫头片子就送你们了，好好教教她规矩，让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谁说了算。老田，兄弟们帮你说说了这丫头，你可得让你们家武长老去跟帮主好好美言几句，让兄弟们好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好说好说。也恰好是这个时候，有2个人拖着一个被打得满身是伤、昏迷着的人走进了地牢。他们面无表情地将其中一间牢房门打开，将那个昏迷的人扔了进去。火光照着那人脸上，陆泱泱的瞳孔微缩。罗晋也是在这个时候，原本昏迷不醒、被2个打手拖进牢房的罗晋，在被丢到地上的那一刻，猛然睁开眼睛，转身猛地朝那2个打手扑去，先一拳砸晕了一个，又绊倒了另外一个。都给我上！一定要将这2个人给我拿下，生死不论！原本一起围攻陆泱泱的打手们听到命令，急忙抽出一部分人攻向了罗晋。地牢之中顿时打得一片混乱。天爷，这出什么事了？你还有脸问？你们带过来什么人啊？现在就差点把地牢给掀了。还好帮主今天出去了，不然这么大的动静，到时候你倒是去问副帮主怎么解释。天爷，那姑娘，那姑娘怎么回事？说啊！天爷，不瞒你说，任二爷交代了，那姑娘绝对不能活着出去，不然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一把火烧了这里。只要二爷满意了，后续的事情他一定会处理的。可若这姑娘还活着，你们自己想啊，要是传到帮主耳朵里，你们知道的，帮主最厌恶欺负弱女子这一条。他弱个屁！老子就是被你们给坑的。田大有骂完，却是满脸的焦灼。听到一把火烧了这里时，他只觉得荒谬。可仔细一想，现在麻烦已经闹大了，要是不想办法解决，到时候他别说吃不了兜着走了，他连小命都保不住。怎么回事？怎么会着火？孙子，竟然想将我们都收死在这里！快走啊！怎么会这样？田管事呢？田管事怎么会把我们扔在这里啊？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先不说这个，梦到在这里吗？不在。盐帮认定是我坏了他们的生意，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去。抱歉，是我连累了你。以你的本事，一定能逃出去。我拖住他们，你快走。求你帮我找到孟老。我可以死，但孟老一定不能死。别废话，要随一起走，我们杀出去！杀出去！他会死，但不能死在这里，他得死在回不去的战场上，才不枉从尸山血海中活下来。
陆瑶瑶，我在这儿。明若，陆姑娘，你还好吗？明若，这就是你火急火燎要来找的姑娘啊！丑成这样，你眼光未免也太差了。改天兄弟给你介绍个漂亮的啊！令帮主，舌头不想要的话，我帮你处理了。令兄，陆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还请令兄慎言。君义兄，明兄，我就是开个玩笑，刀剑无眼，君义兄莫和我一般见识。道歉。见他如此认真，令无忌也很给面子的看向了陆泱泱。你就是盐帮帮主？令某不才，区。所以就是你，好端端的不做人，拿着年迈无辜的老人做威胁，逼罗叔就范。就是你，纵容你的手下开黑赌场，串通乞丐拐卖女人和孩子。你们盐帮串通那群贪官污吏贩卖私盐还不够，连老人孩子和女人都下手，仗着盐帮的势力为非作歹，私设牢狱，滥用私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们吗？你有脸说我丑？你养了一帮黑心的玩意儿，你也有脸说我丑？是我？你吗？你觉得你现在杀得了我？就算你能杀得了我，你走得出这里吗？啊？我杀不了你，但你今天也要不了我的命，那你就给我等着，这笔账早晚有一天我跟你算，跟你们盐帮算清楚。陆姑娘，你许是对令兄有些误会，令兄这些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改革盐帮，也立下规矩，绝对不沾染欺凌弱小之事，甚至救助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我与他乃是旧识，可担保他的为人，这绝非是他的手笔。不是他的手笔？你敢说招了孟老一个无辜的老爷子用来逼罗叔就范，被他的人下药用刑，也不是他的手笔？罗大当家呢，你坏了我们盐帮的生意，我们盐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看着，我请你过来打你一顿，不为过吧？我可去你的不为过吧！你想找罗叔的麻烦，你去为难一个跟这事没有关系的老爷子，你还觉得你不脏？我呸！还有，就算拐卖的事情不是你做的，那你身为帮主，管不住你的手下，纵容你手下的人胡作非为，给我下药，然后扔给这帮烂赌鬼，要给我个教训。见事情不成，又一把火烧了整个地牢，要将所有人都烧死在这里，这就是你看人的眼光。我该不该死？那些人该不该死？凭什么由你来审判？这么下作，要不还是杀了吧。令无忌一阵无语啊，他是真服气了。今天遇到的这俩到底是什么人呢？专门来克他的是不是？兄弟，有话好好说，别总是动手动脚的。今儿个的事情我大部分属实不知情，明若可以作证，我的错，我给陆姑娘和罗大当家道歉。你们放心，那位孟老爷子好得很，我让人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绝对没有半点差错。不如这样，咱们换个地方，我做东自罚3杯，给陆姑娘和罗大当家道歉，如何？一边说一边冲着明若挤眉弄眼，让明若帮忙说和几句。明若原本确实想从中帮忙说和的，但是听到陆泱泱后面说的那些话，她心里也存着气，黑着脸没说话。姑娘姑奶奶，好歹给我个解释的机会行不行？我今天没空，让你的人立刻把孟老给放了，不然我就跟你死磕到底。放，立刻放！我这就叫人去把老爷子亲自送到天成商号去，如何？我们走。盐帮帮主令无忌是前任盐帮帮主的养子，前任帮主过世之后，盐帮内部乱了一阵子，令无忌打败副帮主跟几个帮中的老人，成了新帮主。但是盐帮内部争权一直斗得很厉害，这次宁县盐矿场的事情让他们损失惨重，盐帮内部很多人开始对令无忌感到不满。天成商号走天下百货，令无忌想跟天成商号合作，看能否改变盐帮如今的格局，让人找到了我，我就去跟他见了一面。这个主意应该是明公子给他出的，只是明公子大概也没想到会见到我。他知道我的身份，我也知道他有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也就心照不宣了。他跟令无忌是旧识，听说幼时就认识。后来明公子离开京城之后，
应该是辗转到了岩帮。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跟长公主有关系吧？是太子将他送出京城的，能让太子在刺杀陛下一事中保他的命，约莫就只剩一种可能了：长公主跟伯父马之子。陆泱泱没说话，明若的身份好猜也不好猜，盛君义能猜出来，无非是因为明若原本死在太子手里，现在又复活了，那只能是太子用了一招瞒天过海，瞒过了众人。你答应他们了吗？还没有。他们承诺我，若是能跟他们合作，帮助令无忌彻底拿下岩帮，日后岩帮分我2成利，且他令无忌欠我一个人情，可以无条件为我做3件事。陆泱泱忍不住皱眉。你是在想岩帮赌场的事情吧？岩帮的事情我知道的不算详细，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内斗十分严重，令无忌这个帮主已经坐不稳了，才会想出来找外援帮忙的主意来。你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去问明公子，他这个条件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我对他欠我的人情也不感兴趣，我想要的不是这个。陆泱泱看了他一眼，这倒是不难猜，如果现在盛君义坐拥天成商号，那天成商号的财富足以支撑他做任何事，牵扯进岩帮对他来说弊大于利。至于令无忌那个人情，除非令无忌能彻底掌控岩帮，不然这个人情也约等于无。宋管事找过来的时候，我正在跟他们周旋，听说你进了岩帮，我直觉这件事就不会简单，索性直接问了令无忌。令无忌有求于我，自然不会怠慢。得知你被送到地牢之后，就立即将地牢的位置告诉了我，说不然我可能现在还在派人找岩帮地牢的位置。为了那个罗大当家豁出自己的命值吗？确实不该随意豁出性命，但并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只有我认为该不该做的事情。确实。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去哪儿？需要帮忙吗？今天给我带路的那个小乞丐恐怕会被牵连，我得去找找他。那一起去吧。你把小七送哪里去了？我告诉你，阿大的脑袋就是我拧下来的，你要是不想现在就脑袋搬家的话，立刻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带着你去见你们副帮主，管他要人。好好想想，你们副帮主要是关得住我，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你要是再敢打歪主意，我就把你这身老骨头全都敲碎了。姑娘息怒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姑娘恕罪呀！别废话，最后再问你一次，人呢？在南风馆后院酒仙院。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这里，所谓南风馆，原来就是个谐音，来往这里的客人跟服侍客人的都是男子。我收拾他们，你去报官。陆泱泱，这里是岩帮副帮主的产业，岩帮再混乱也轻易动不得。强龙不压地头蛇，江总督也未必会帮你，你一定要淌这趟浑水吗？原本确实不想趟这个浑水，但是现在忍不了了。岩帮再大还能大过天，就算真是天，我今天也要捅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小七，起来！姐姐，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他浑身泡在酒水里的时候，那种密密麻麻钻进皮肤一样的疼，疼得他身体都要痉挛了。所有想活命的都给我过来，我带你们出去。哼，出去？小丫头，我不知道你哪儿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进到了这里，看到了不该看的，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哼，是吗？那就试试吧。动手！10几个黑衣人朝着陆泱泱袭来。陆泱泱站在原地，扫了一眼中间的酒池，又瞥了一眼摆在远处台阶上的烛台。他身影一闪，扑向了烛台的方向。几个黑衣人反应过来，转身朝他追来。这位畜生，我是个大夫，你现在猜一猜，是你开口的速度快，还是我的刀子快？你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宰猪，专宰你这种畜生。
对了，我还是个仵作，擅长验尸。哼，小丫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当真以为挟持了我，你今日就能走出这里吗？原本确实没什么把握。说真的，冲出来那一刻，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太鲁莽。毕竟，能够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院子外面都用上百护卫，连内部都藏着打手，这可不像是盐帮能做到的。你说，我说的对吗，康大人？你到底是何人？康兴文，掌管江南府盐务。萧国公是你姐夫吧？你在江南府做盐官，私底下应该没少给盐帮行方便吧？不然盐帮也不能专门给你打造出这么一个地方供你享乐。陆泱泱承认自己确实是赌了一把。在去宁县之前，他让江直一帮他调取有关宁县盐务的所有资料。在这当中，有一个位置十分重要，但却跟杨家并没有什么牵扯的人，也就是本地的盐务官。丫头，我看你年纪不大，刚刚及笄吧？说亲了吗？康大人，你是想说给我介绍一门好亲事，趁着我松懈的时候让你的人动手，是吗？还是你在想你死了不要紧，必须得把我也一道弄死？毕竟今天这事儿传出去，头一个饶不了你的人就是萧国公，对吗？康大人无语，这丫头到底哪儿来的？这绝不可能是什么江湖人，对她的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难不成是江剑阁那老匹夫的人？不行，他不能让这小丫头给带偏了，先得弄清楚她的身份再说。丫头，你如此机敏，想必身份也不一般吧？若是再早一些，老夫确实能给你说个顶好的亲事。萧国公家的世子丧妻，若你能嫁给他，日后定当是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好过你如今流落江湖啊。只是可惜了，我那好外甥刚刚定下了程大将军府上的大小姐为正室，若是姑娘不嫌弃的话，做个侧室也是使得的。咱们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啊，姑娘觉得如何？康大人试探道，他故意以此试探，若这姑娘出身世家，身份不俗，听到为侧室的话，定然会发怒。陆泱泱听到这话，确实是有点惊讶。程大将军府上的大小姐，不是若雪姐姐吗？她怎么会嫁给萧国公府的世子为继室？以她的身份，就算是嫁给三殿下做正妃都使得，为何会是这样？康大人，你别急着套我的话，我今天来的目的你也看到了，我就是来找人的。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我们两败俱伤，我先杀了你，再跟你的人拼个你死我活。至于这件事情传出去也不要紧啊，康大人羞愧自杀也勉强算是个结果。二，现在立刻马上跟我一起，让我带着这些孩子离开，只要他们都没事，我可以选择守口如瓶，日后我任你追杀。丫头，你是当本官是傻子吗？留你一命，指望你守口如瓶，你自己都不觉得这个想法可笑吗？是吗？这么可笑，你怎么笑不出来呢？康大人，臭丫头，你再拖延时间，那不然呢？康大人瞪大了眼睛，心中彻底乱了方寸。荣亲王驾临江南府，有请康大人。康大人没去看圣君意，只看向了那只令牌。一瞬间，他神情彻底颓败下来，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然后眼睛一闭，心下一横，脖子主动朝着刀尖送去。康大人，别急着自杀，该交代的罪行交代完了，有你自杀的时候。这是盐帮的信号，盐帮今晚就要乱了，都是托你的福。多行不义必自毙，荣亲王真的来了。货真价实，陛下派了荣亲王亲自下江南，以钦差的名义整顿江南盐务。只是此事是秘密，并未透露出去。荣亲王今天刚到江南，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江南总督江剑阁，第二个
就是负责江南府的言官康兴文。这里守卫如此森严，可见藏在这里的人十分重要。只是我也没有想到，那个人竟然会是康兴文。我来江南府之后调查过他，远远见过他一面。刚刚躲在屏风后的时候扫过，觉得有些眼熟，一时没想起来。等你出去以后，我才记起他是谁。我想起他是谁之后，就立即去找了荣亲王，调了金兵过来围住了九仙院。所以说，你今天运气是真的好啊！但凡今日做主的是江总督，这件事就不会这么顺利。站在江总督的位置，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荣亲王就方便多了。他是拿了尚方宝剑的，代表的是陛下，连萧国公都没办法。陆泱泱还真没想到，盛君义竟然跟他一样发现了那位康大人。不过，荣亲王来江南府之事，怕不是为了整顿什么盐务来的。宁县盐矿厂的案子定死在了宁县，甚至都没能牵扯到这位康大人，可见京城那些人，包括陛下，对此事都已经达成了一致，彻底结案。可既然如此，陛下为何还会特地派荣亲王来江南，还是秘密来江南？只有一个原因，陛下不相信殿下已死。抱歉，今晚确实是我鲁莽了。我只想着这天下间许多事，有可为有不可为，却没有意识到权势背后全是蜘蛛网，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就会被毒蜘蛛一口吞掉。那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还救吗？那我就先跟你说，我发现那人不对，然后再去救。那我岂不是该庆幸今晚我们也算是心有灵犀了一回？陆泱泱很不想承认，但确实巧了。不过他突然想起有一件事，想必盛君义还不知道。我刚刚从康大人那里听到一件事，萧国公世子丧妻续娶，对方是程大将军家的大小姐程若雪。你说什么？若雪姐姐给萧国公世子当了继室，快要成亲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你，盐帮那边先晾着，静观其变。我回京一趟，等会儿宋管事会过来帮忙。话音没落，盛君义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了夜色当中。陆泱泱惊讶地看着他离开的方向，他跟盛君义也勉强算打了几年交道，这还是他头一次见他如此在意一个人。希望他能赶得上吧。抱歉，我没想到会在那样的情况下见面。你是来替令无忌当说客的吗？天成商号跟我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忙我大概帮不上。我会去盐帮就是单纯为了救人，我以为盐帮要杀了罗叔，情急之下才利用了天成商号的名义。你知道我跟盛君义的关系，我可左右不了他的决定。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当初你那么不遗余力的帮我，但我最终还是骗了你们，害得你失去了很重要的人。你确实促成了某些事，但是整件事也都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要说我当时有些生气，是气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你自己。我很喜欢长公主殿下，很喜欢她那么喜欢小离，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那么喜欢自己孩子的母亲。你若她有多爱小离，就有多爱你，这中间从未有过任何分别。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无论生和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真实的意愿。如果当时你确实恨透了这个世界，我也确实不该请你原谅你曾经的痛苦。我当时的心情带入了长公主殿下，带入了小离，带入了许多人，唯独没有带入过你。所以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是我该跟你道歉才对。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也不要再想了。喏，我以茶代酒，祝愿你以后也都好好的。好。不说那些了。哎，你跟令无忌很熟吗？你说那些事不是他的本意，那他知道吗？知道盐帮背地里都在做什么勾当吗？从前的盐帮老帮主是个英勇果断还有江湖义气的人，在他手里盐帮才真正的形成了气候，有了后来无可撼动的地位。他早看出来副帮主心思不纯，
但是副帮主又是陪他一路打江山的兄弟，左右为难，到死也没舍得处置，这才酿成了后来无忌成为新帮主后，双方分歧巨大，难以平衡，并且一直在暗中互相较量的局面。无忌不是不知道副帮主有问题，但他掌控盐帮之时，盐帮大部分的老人虽然效忠老帮主，但老帮主故去之后，他们未必服气他这个新帮主，又有副帮主从中作梗，因此无忌虽然强硬地接管了盐帮，却只能暂时的抓大放小，不然他在盐帮中的许多事情都无法顺利进行。他管他的不作为叫抓大放小？盐帮贩卖私盐，给百姓提供了便利，让更多的百姓能够买到盐，方便了他们生活，这原本是一件有利百姓的好事。但是你看看现在呢，盐帮勾结贪官污吏，挣着大把的银子，背地里还要借着势去干那些丧尽天良的买卖。就我短短所见，开赌坊、做局诱赌、私设刑狱、铲除异己、贩卖女人孩子、豢养娈童，这桩桩件件，你跟我说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如你所说，令无忌也不想这样，老帮主下不了狠心除掉这个毒瘤，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令无忌也左右忌惮，所以除不掉这个毒瘤，导致盐帮陷入如今的局面。可还有半点从前的初衷。正是因为如此被动，无忌才要找出破局之法。若天成商号能帮忙压制住任二爷那边的势力，或许还有机会整顿盐帮。压制只是一时的，只要给对方机会，对方会反扑得更厉害。副帮主那些人本身就是为了利益才铤而走险做这种事情，现在压制他们，等于是彻底动了他们的利益，到时候还压制呢，冷不丁什么时候直接反咬一口，弄死令无忌了。盐帮的事不是你我能插手解决的，申君义也不可能给自己找这么大的麻烦，所以你还是回去告诉他，毁灭吧，破而后立。他要是能够狠得下心除掉这个毒瘤，重新开始，也许会是一番新的景象。要是不能，那就看他跟副帮主谁命硬了。朝廷现在不动盐帮，不是不敢动，而是盐帮还有用。若是盐帮真的触及了底线，那就不是帮，是匪。剿匪还需要理由吗？至于盐帮灭了一个，还会有新的，谁当帮主不是当？漫漫历史长河，谁能长盛不衰？皇帝尚且不能一家之幸，何况盐帮？明若惊讶不已，他没想到陆泱泱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但是我真心希望有一天盐帮能够彻底消失，因为早晚都不过是沦为贪官和奸商的工具，就跟现在一样。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保重。我很累，我5天5夜都没合眼，从江南一路跑回京城，跑死了好几匹马，来不及换身衣服洗把脸，你就跟别人摆了头，别跟他生气。我娶你，在京城办不了婚礼，去江南，我8抬大轿迎你，好姐姐，行吗？阿义，就此别过吧。旁的话骗不了你，也徒惹误会，让你厌烦。这也并非是我与你相处的本意，我可以骗着世间任何人，唯独不舍得骗你。我还有个名字，荣雪音。阿姨，和你缘分短了些，但与我已是一生。我知道你听得懂，这是我的事，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也不需要成全，这就是我自己的选择。荣雪音，荣，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嫁入萧国公府的荣，只有一种可能：当年北征死在陈州的荣国公荣彻。包括放弃我，不要我。是。陈若雪，你现在跟我走，我带你私奔，我给你屠了萧家满门，一个不留，可以吗？程若雪没有回答，盛君义却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若可以，他早就跟他开口了，他
他从来都不是需要他帮他做什么，他需要的仅仅只是他爱过他，仅此而已。你被抛弃了？盛君逸低垂着眉眼，空气里一阵死一样的寂静。盛君逸微不可闻地嗯了一声，陆泱泱后知后觉，自己方才好似有点嘴贱。他最不擅长安慰人了，这下好了，他还如此精准地戳在了人家的伤口上。啊，那你节哀。又是一片死寂。陆泱泱索性闭了嘴，也抱着酒壶闷了几口酒，酒气入喉，连续多日紧绷的心情倒是陡然松快了不少。以前针对你的事，对不起啊。你酒后吐真言，总不能是专门来给我道歉的吧？你且安心点，我本来对你也没什么期待。换句话说，那时无论我对你还是你对我，都不过是陌生人罢了。他做了那个梦，梦中亲生父亲尚且不曾对他有所怜惜，他还能指望一个10几年没有见过的哥哥？那他还不如继续做梦来的实际。虽然你过去是挺叫人不顺眼的，尤其是第一次见面，我还以为你真的想杀了我，后来还处处帮着盛云珠说话，我看见你就烦。但是你离开盛国公府以后，还是让人觉得顺眼多了。老实讲，你该不会以前是觊觎世子之位吧？没想杀你啊，听起来像是辩解。无聊。确实无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可能重来，但人生也并非一成不变。我接受现在这样的结果。曾经很讨厌你，现在嘛，没那么讨厌了。两人的目光相触，盛君逸眼神微滞了下，然后齐齐笑出声来。我同你说过，我确实嫉妒大哥，但我又最在意他。盛国公府不知何时开始就已经家不成家，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却又都在各自挣扎。但大哥却是唯一的家人，哪怕任何人都不是了，他也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无论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站在谁的立场，我可以为了利益，为了自己所求不择手段，恶事做绝，但唯独不会动他。动了他，我此生便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我从未觊觎过世子之位，即便当时我的立场与他背道而驰。幼时父亲让大哥去边关的时候，我闹过一次，因为我觉得我比大哥更合适去边关，去战场。但是父亲说，盛家的兵权只能落入世子之手，这是规矩。那以后我就听他的话，去了书院读书，帮他在四处虚与委蛇，安心做他手里的刀。也没什么好回忆的，不过庸人自扰，幼稚。陆泱泱静静地看着盛君逸，因为从前没有了解过，所以也从未想过，原来竟是如此。谢谢。这一次才是真的放掉过去，重新认识。你今天晚上来找我喝酒，是因为若雪姐姐吧？你是不是跑到京城抢婚没抢着？你要是不会安慰人的话，倒也不必勉强。不是没抢到，是不能抢。你对陛下要重启陈州案的事情怎么看？陆泱泱微愣了一下，不知道盛君逸怎么好端端地说着抢亲，结果会转到这个话题来。于是陆泱泱组织了一下语言，将自己今天从孟老那里听到的那些编造成是从前从殿下找来的人那里听到的，同盛君逸讲了一遍，包括荣将军死得有多么惨烈，以及荣将军毕生所求。原来如此。我是海盗，我是海盗，你给我解毒，你快给我解毒啊！我是被人逼着当海盗的，你快给我解毒啊！只要你给我解毒，我什么都说。然而话音未落，
他突然哽住脖子，双眼瞪大，栽倒在了地上。发生何事了？赶车的裴寂听到他的声音，拉住马停下了车，往街边看了看，询问旁边一家店铺的伙计：小哥，问一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哦，说是有2个海盗上了岸，刚刚官差已经过去了。公子，官差已经过去了，应该没什么事，咱们约的时间差不多了，走吗？宗悫收回落到窗外的视线，微微顿了下。他刚刚到瀛州，之前收到消息说泱泱已经从江南府离开南下，不知道了没有。走吧。姑娘，你口口声声说这几人是海盗，证据还没拿出来，你却纵容你的朋友当街放毒蛇咬死了人，众目睽睽之下，姑娘该当何解释？请姑娘跟我走一趟府衙吧。哇，你简直睁眼说瞎话呀！你没看到这个人刚刚趁机毒死了那个海盗同伙，还挟持了我们家小弟吗？你还是府衙捕头呢，你怎么当捕头的呀？你不会查，你也得会睁眼呐。你说是他毒死的，就是他毒死的，谁看见了？刚刚分明从一开始就是你给那个人下了毒，后面他被毒死，说不定就是你毒死的。想要嫁祸给别人，被人识破之后又杀人灭口，不然你为何要随身带着毒蛇毒药啊？文青青被对得哑口无言，气得脸颊都鼓了起来。他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颠倒黑白的无耻之人，这人竟然还是官差，简直是太气人了。陆泱泱也要被气笑了，他现在算是彻底看明白了。他本来就奇怪，怎么中午才送到衙门的人，晚上就在街上撞见了，合着这些人根本就是一伙的呀。常捕头，你想要我们跟你进府衙也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和你说清楚，诸位也听清楚了，是非曲直你们自行判断。常捕头脸色越发的难看，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身为衙役也不能直接绑了陆泱泱他们带走，随便去医馆找个大夫就能够查出来，他是死于剧毒见血封喉，刚刚被他毒死的那个人也是。我方才说过，我们的商船昨夜在海上遭遇海盗，幸得有人相助才逃过一劫，因此我们捉到了2个活口，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审问，他们就自杀身亡。我已经给他们验过尸，他们服用的毒药正是见血封喉。今天中午我们下船之后，在码头再次遇到昨夜的海盗，便将其捆绑了，连带着昨夜那2具海盗的尸体一起送到了衙门，请求衙门彻查这群海盗的来历，以此来警示往来的商船，更希望朝廷能够派人去解决掉海盗的隐患。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中午送到衙门的海盗，晚上就堂而皇之带着同伙一起出现在了大街上，被我撞破，令人报官之后，常捕头你3番5次的阻挠，拒不承认这些人就是海盗。我要拿证据给你，你死活不信。后来海盗自己亲口承认自己是海盗，遭遇同伴灭口，你又要将脏水泼到我身上。常捕头，我请问你一句，倘若这几个人真是海盗，海盗上岸隐藏在瀛州府内，这个责任你可担当得起？瀛州府的安危可是你说了算。这姑娘说的有理啊，倘若真是海盗上了岸，我们却没人知道，出了事谁来负责？哎，别是常捕头跟海盗有勾结吧？这可不好说，不然这好端端的中午到府衙的人怎么晚上就出来了？就算查证了不是海盗，那也该给个交代吧。瀛州府衙什么时候这么办案了？那人可是亲口承认了自己是海盗，这还能有假吗？姑娘，我们府衙每日的事务繁多，此事须是下边的人有所疏忽，我这就命人将这2人的尸体还有那个活口一并带回去，将此事完整的禀报给上官，定给姑娘一个交代，如何？那我就恭候常捕头的消息了，只希望别再出现今晚送进去，明天早上人就不见了的疏忽。请姑娘放心，绝不会再有任何疏忽，大家伙也不要危言耸听，无论有任何事，官府都一定会保护瀛州府的每一位百姓。说完才转身带着人匆匆离去。那个常捕头明显就有问题，就这么让他走了吗？那海盗的事情怎么办？
现在想查也查不出什么来了。从这个捕头身上就能发现问题，谁知道营州府内又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们要是闹起来，不光把自己搭进去，还会连累天成商号。这也太复杂了，怪不得我娘总说玩政治的心都脏，我天生没有这个脑子。你的脑子都用来研究你的宝贝了，这已经足够了。再研究别的，你要烧脑了。确实如此。我们被人给盯上了，你们俩听我的，一路往客栈跑，我走另外一条路，分开走。青青，你将你那些逃命的家伙都用上，到了客栈以后，立刻去找罗叔跟孟老，以罗叔的本事，肯定能带你们安然离开。明天一早，我要是能赶回去，我就赶回去和你们会合；我要是没有赶回去，你们就找机会直接去豫州，我到时候再去找你们。我们不能一起走吗？一起走就走不掉了。我不确定跟着我们的人有多少，但是这一路下去绝对防不胜防。我刚刚坏了他们的事，他们肯定会先找我算账。你们放心，我不会被抓住的，就算被抓住也会想办法逃走，去跟你们会合的。现在不用这么多了，听我的，明白吗？陆泱泱严肃地说道。两人极少见陆泱泱如此郑重的语气，立即应了声。以他们两个的武力值，留着也是拖陆泱泱的后腿，不如先跑。杀了我们几个兄弟还想跑？有点小本事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再跑啊，今天老子就看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你们到底是哪条道上的？说出名号来，有话好好说。要钱还是要什么？条件好商量。哪条道通天，我们就是哪条道上的。敢坏我们的事儿，要怪就怪你运气差吧。陆泱泱突然转过了身，搓了搓手，抬脚跳起，就朝着前面堵着巷子的墙踹了上去。墙面哗啦一声倒了下来。我运气还不错，也还能跑。再见。大哥，追吗？不急，有的是机会收拾他。让人继续盯着天宝客栈，一旦他们再出现，找机会就将他们绑走，绑不走就全部做掉。敢坏我们的事儿，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跑了大半夜，真的要累死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发现什么了？他们回来说你有可能回不来，我本来想去找你，又担心他们几个应付不过来，想着早上去找陈管事帮忙接点人。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总觉得有问题。首先，那群海盗本身就很奇怪，长期服用丹砂，被捉了以后毫不犹豫就服毒自杀。罗叔，你也行走江湖过，你不觉得这很违和吗？没有可能，除了专门培养的死士，不可能有什么匪徒被捉了以后就立即服毒自杀。若当真如此，当时盐帮的地牢就不会关那么多人了。那日与我们缠斗的那群水贼也是匪，你见识过那群人，那才是真正匪徒会有的样子。海盗也不会例外，能把他们逼到这份上的，除非背后操控他们的人极其可怕，而他们也有绝对不能够泄露出去的秘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怎么也想不通，一群靠打劫为生的海盗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先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盯上你了，可能跟你说的你无意间发现了他们服用丹砂，此事必然非同小可。我们如今势单力薄，且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若是对上，怕是大麻烦。所以为今之计，还是尽早离开瀛州。确实，眼下情况不明，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背后之人是谁，根本无从下手，还是尽早离开吧，等到了豫州之后再说。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几个人就收拾好了东西，托客栈掌柜的给陈管事留下了一封信，便匆匆离开了客栈。我娘就是做海外生意发家的，我跟你说啊，你哪天要是没地方跑的时候，我可以让我们家的船给你送出去。地球那么大，保准没人能够找到你。我可真是谢谢你的好意了，大招就是装不下我，我也要自己踩出一片地，我跑什么跑啊？两个人正说着，突然听见了远处兵器交接的声音。海盗上岸了！海盗上岸了！陆泱泱从去到京城，见过许多惨绝人寰的大案，但这是头一次
他亲眼目睹一场几乎无差别的屠杀。洋洋，这怎么办？怎么办呢？他们受了好多的伤，怎么办？所有人不想死的，拿起你们手里能反抗的武器，几个人一起，用绳子、用棍子分散他们，打倒一个，你们活命的机会就多一点。尽量挤到一起去，用你们所有能对付他们的手段挡住他们，活下来一个是一个，都听到没有？听到的就告诉其他人，聚集到一起去。突然，一声口哨声响起，令无忌带着他的几十个兄弟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怎么样？见到我再一次这么从天而降，拯救你于水火之中，有没有很感动啊？抗击海盗，人人有责。令无忌扑哧笑出了声，摇摇头，继续帮忙将百姓往边缘转移。忽然，海面跟远处的平地上同时响起了号角，一艘军船破开浓烟驶来。废太子殿下，海盗已经击退了，现在可以把你的剑从臣的脖子上移开了吗？风总督，你身为瀛州、豫州、海州3府总督，统管3万水师，如今区区几个海盗，还要人将剑架到你的脖子上才肯出兵，怎么这个位置坐久了，不记得自己该做什么了，是吗？殿下倒也不必急着嘲讽微臣，微臣坐在这个位置上，自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倒是陛下你，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您出现在这里是何意呢？您把微臣堵在这里，逼着微臣出兵解决外面这点小事，微臣倒也认了，只是您觉得您今日走得出这艘船吗？杀了你，神不知鬼不觉，不仅不会有人怪罪，甚至还能拿您换个好前程。殿下觉得这笔买卖微臣做还是不做？风总督要真想试试，我成全你又何妨？殿下还真一如既往的好胆识，微臣当真不知，不过为了区几个见面，您何苦来找微臣，给微臣出这么一个难题？见了您，您倒是教微臣，兜着这么一个秘密，微臣如何收场？收场？当初特地在南边沿海加设水师，驻兵3万，就是为了维护海贸的安稳，百姓的安危。如今倒是成了摆设，海盗都上了门，风总督倒是有心情跟我讨论，见了我该如何收场。风总督口中的贱民是大招子民，风总督纵然不作为，倒也不必上赶着骂自己贱，不如先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蠢。你风总督何曾被人这么兜头盖脸的骂过？可偏偏眼前人他就是动不得。哼，殿下也明知道，陛下甚至满朝文武有大半的人根本不支持开海禁，海禁一开，海盗倭寇就无法避免。此事一直都是朝中诸多大臣的心病，甚至当地百姓都未见得愿意开海禁。如今殿下就算是能死而复生，也已经没有了能够压住这些声音的能力。今日的海盗不过是个开头罢了，日后还有多少麻烦，殿下不妨自己算一算，这海禁又能开到几时呢？您有心思坐在这里嘲讽微臣，不如想一想，您死后，您当年那些努力只消几年，就会全部化成泡影吧。既如此，风总督不妨看着，顾当年所作所为，可会化作泡影？说吧，为何不出兵？这才是他今日威胁他真正的目的。风总督眉心紧蹙，踟蹰许久，最终无奈开口说了2个字：豫州。宗雀眉眼微沉，该说的臣已经说了，至于其他，请陛下恕臣无能为力。宗雀没再说什么，站了起来，朝着外面缓缓地走去。风总督盯着他平稳的背影，想想当年那个耀眼的皇太子殿下，再看看如今，感到几分唏嘘，又觉得不可思议，更觉头疼。公子，
怎么了？泱泱到瀛州了吗？今日一早码头的事情事发突然，也没来得及去问。我过一会儿去见一见陈管事。去查一查。今日码头上有个穿着红色衣服、江湖打扮、身量年纪与我差不多的男子，查查他的身份。是。陈管事急忙拱手冲着陆泱泱行了一礼。您这是做什么？嗨，属下眼拙，竟不知姑娘身份，万望姑娘恕罪。您在说什么？姑娘，殿下来过瀛州。殿下怎么样？他身体可还好？人在何处？不对，陈管事，您如何会知道殿下同我的关系？姑娘不妨想一想，圣儿公子为何会出现在江南？陆泱泱脑子里如同炸开了一道惊雷，一下子反应了过来。他从前还在想，为何盛君义会跟天成商号有关系，又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江南，还能光明正大的搬救兵找荣亲王帮忙。可要是天成商号是殿下交到盛君义手中的，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天成商号最初是先皇后跟华国夫人所创，华国夫人失踪以后，便由先皇后派人管理，后来又由殿下接管，如此20多年，才发展至如今的规模，成为天下第一的商号。殿下来江南以后，被圣儿公子所救，之后便将天成商号交给了圣儿公子。至于其中原因，属下便不得而知了。原来如此。陆泱泱想起在江南那段时间，他无数次怀疑盛君义，却竟是因为防着他，一次都没有往这方面试探过。而盛君义分明什么都知道，也愣是没跟他提一个字。那殿下人呢？可还在瀛州？嗨，也是阴差阳错，姑娘那日刚走，裴大人便找了过来，属下叫人去码头等消息，也硬是错过了。之后找了姑娘好些日子，直到听到学习医治外伤的风声，才顺着线索找了过来。殿下前几日已经启程去了豫州，那日码头上殿下就在船上。所以那日救援的水师跟殿下有关？陈管事点头。陆泱泱如今可算是彻底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殿下应该是收到了他来瀛州的消息，只是不知他什么时候到。他们大约也在差不多的时候来了瀛州。若是没有海盗那一闹，约摸他们已经见了面，偏偏这么一闹又岔开了。你可知殿下为何去豫州？属下不知，但殿下留了消息，若姑娘要去豫州，万事小心。我知道了，知道殿下平安，我就放心了。多谢陈管事，要不是你及时找过来，我可就又错过殿下的消息。能将消息带给姑娘，属下也就安心了。陆泱泱将陈管事送出去，立刻就盘算着赶紧出发，说不定到了豫州城就能见到殿下。想着想着，便忍不住翘起了唇角。